你是不是也曾看着身边的那个人，心里默默地问自己，我们当初明明那么相爱，为什么现在却连好好说一句话都变得这么困难？也许是在某个深夜，你独自醒来，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，心里却涌上一股巨大的孤独感。明明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两颗心却像是隔着最遥远的汪洋大海。我们常常在社群媒体上滑着手机，看着别人幸福的放闪照片，回头看看自己身边那个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，几十亿人口里，偏偏是他成了你这辈子的伴侣？为什么不是别人，偏偏是这个让你满心欢喜，却又常常让你痛彻心扉的人？有时候，你们的关系甜得像蜜，觉得彼此是世上最懂自己的人，仿佛一个眼神对方就能读懂你的心意。但有时候，他却像个讨债的冤家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眼神，都在精准地戳着你最脆弱的痛处，让你身心俱疲。这种忽冷忽热的折磨，这种如同云霄飞车般的情绪起伏，常常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决定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面对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与恩怨情仇，我们常常无奈地把它归咎于性格不合或是沟通不良。现代的心理学或许会告诉你，这是依恋风格的不同，或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投射。这些都对，但其实古老的东方智慧，特别是佛陀的教诲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、完全不同且更为宏大的视角。佛法里常说，夫妻是三世的因果。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神秘，甚至有些宿命论的味道，但它的底层逻辑却是一记直击人心的震撼教育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夫妻关系绝对不只是这短短几十年的一生一世，它深深地扎根在过去无数个世代的因缘纠葛里。也就是说，今生你们能结为夫妻，是前世甚至更久远以前种下的因，才结出了今生的果。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绝对都不是随机出现的。那些深深浅浅的缘分，那些让你哭让你笑的瞬间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曾经写下的剧本。这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漫长旅行，你们带着生生世世留下的印记，带着过去的眼泪与笑容，在这一生再次相逢。不管是恩爱甜蜜，还是争吵不休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每一次的相视而笑，或是每一次的怒目相视，背后都隐藏着时间长河里深深的秘密。那么，你今生的伴侣，在前世究竟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纠葛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佛陀的智慧世界，慢慢解开这些心灵的结。看懂了这层因果，或许你就能找到解开婚姻困局的那把钥匙，放下心中累积已久的执念与委屈。让我们把时间倒转，回到古老的淡树给孤独园。那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宁静的午后，阳光和煦地洒在庭院里，微风轻拂过菩提树叶，发出沙沙的温柔声响。佛陀端坐在高座上，面容慈悲安详，智慧的光芒仿佛照亮了每一个角落，也抚平了在场众人浮躁的心。在听法的人群中，有一位名叫善慧的女子，她穿着华丽的绸缎，家境殷实，丈夫对她也算不错，在外人眼里，她是一位令人羡慕的贵妇。但这份外在的富足，却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枯槁。她的眉宇间总是锁着一丝化不开的忧愁。善慧和丈夫之间总感觉隔着一堵无形却厚重的墙，
时常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能吵得不可开交，彼此都觉得心很累，仿佛所有的爱意都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被消耗殆尽。善慧其实尝试过很多方法去修补这段关系，她试着改变自己，试着讨好丈夫，也曾委曲求全地咽下许多眼泪。她甚至向亲朋好友倾诉，但亲友们总是劝她想开一点，毕竟丈夫会赚钱，也没有不良嗜好，要她懂得知足。可是那种灵魂深处的荒芜与孤独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丈夫会给她买昂贵的礼物，提供优渥的生活，可是每当夜深人静，两人坐在同一个客厅里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只要一开口，哪怕只是讨论晚餐吃什么，都能瞬间点燃战火。善慧不明白，明明当初是因为深深相爱才决定牵手走入婚姻，为什么现在相处起来却像是在受罪？丈夫有时候对她极好，温柔体贴的让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，但有时候又冷漠的像个讨债的冤家，不愿意倾听她的心声，甚至用最尖锐的言语刺伤她，让她身心俱疲。趁着讲法的空档，善慧鼓起勇气走到佛陀面前，她恭敬地行礼，眼眶里打转着泪水，问出了心中的困惑。师尊，弟子心中有一个巨大的困惑，恳请开示。世间男女结为夫妻，为什么有的恩爱甜蜜，有的却像是一对互相折磨的冤家？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佛陀慈祥地看着善慧，那眼神里没有评判，只有无限的包容与了悟。他了知善慧心中的苦恼，也明白这是世间千千万万男女共同的疑问。佛陀的声音平和，却充满穿透灵魂的力量。善慧啊，世间男女的结合看似复杂难解，充满了偶然，但根本离不开因缘果报4个字。佛经上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你们今生相处的模样，不管是互相扶持还是互相折磨，其实早就写在过去生生世世的剧本里了。接着佛陀开示了第一种夫妻缘分，叫做报恩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在久远的过去，某一世里，你可能遭遇了极大的困境，仿佛坠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也许是身患重病无钱医治，也许是遭遇天灾人祸流离失所，甚至被人陷害身陷坤。所有人都离你而去，就在你最绝望、最无助，甚至准备放弃生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向你伸出了援手。他或许倾其所有帮助你，或许给你食物和庇护，或许只是在寒冬里给了你一碗热汤。这份恩情如同再造，当时你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感激，你在灵魂深处默默发愿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这份深厚的恩情，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这份强烈的感恩之心，就种下了一颗极大的善因。当因缘成熟，轮回流转，你们在今生再次相遇，结为夫妻，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。你第一次见到他，就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，仿佛认识了很久很久。因为潜意识里带着报恩的承诺，你会自然而然地对他特别好，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甚至无条件地包容他的缺点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是满心欢喜的，丝毫不觉得委屈，也绝对不求回报。你看我们现代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夫妻？其中一方总是温柔贤淑，任劳任怨。你或许见过这样的妻子，丈夫创业失败，负债累累，
陷入了人生的低谷。所有亲戚朋友都劝他离开这个没有未来的男人，他却依然坚定地留下来，白天打2份工，晚上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，却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这不是他傻，这更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离开，这很可能就是前世结下的善缘。今生他是带着满满的爱来报恩的，那份灵魂深处的契约让他觉得只要能为他付出，陪伴他度过难关，就是偿还了恩情债，他的内心反而是平静且安定的。但是有报恩，自然也有报怨，这也是最让现代人痛苦，却又最常见、最难以逃脱的婚姻模式。佛陀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，看着众人继续说道：如果一对夫妻今生总是争吵不休，互相指责，看对方做什么都不顺眼，甚至动不动就冷言冷语、恶语相向，那很可能在前世你们结下了极大的怨恨。也许在过去的某一世，你们之间发生过严重的冲突，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梁子。你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，欺骗了他的感情，侵占了他的财产，或是让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与屈辱之中。这些残酷的行为在彼此的灵魂深处种下了强烈的怨恨种子，这颗种子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，它会跟随着你们的心识跨越生死。当你们今生再次相逢，因缘汇聚成为夫妻时，那份未解的怨气就会在潜意识中发酵膨胀。现代心理学常常提到情绪开关这个词，很多夫妻吵架，事后冷静下来回想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了一句无心的话，一个微小的动作，甚至是挤牙膏的方式，吵到情绪崩溃，天崩地裂。其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总是莫名其妙看他不顺眼，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剧烈的争吵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总是处处针对你，挑剔你，甚至用冷暴力对待你？有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些朋友的另一半，在外人看来简直糟透了，性格暴躁又不负责任，但他却依然死心塌地，怎么劝都分不开。这其实就是业力的牵引，你们互相折磨，彼此都感到痛苦不堪，觉得每一天都在消耗生命，却又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绑在一起，想逃却逃不掉。每一次的争吵，每一次的互相伤害，其实都是前世那份没有被看见、没有被安抚的伤痛，在今生发出的无声呐喊。善慧听到这里，眼眶微微泛红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。她似乎明白了自己婚姻里那些无解的委屈与愤怒，那些无论怎么沟通都无法跨越的鸿沟，原来都是那份未平息的因缘在作祟。除了情感上的恩怨，佛陀接着开示了第3种，也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夫妻关系，那就是与物质、精神债务有关的讨债与还债。假设在前世，你曾经亏欠过某个人，也许是借了钱没还，也许是占用了他的资源，也许是辜负了他的信任，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甚至毁了他的一生。这份没有偿还的债务，不管是物质上的真金白银，还是精神上的亏欠，都会形成一种强大无比的业力牵引。当因缘成熟时，这位曾经的债主就会化身为你今生的伴侣，来到你的身边。他来到你身边，似乎就是为了讨回他应得的一切。佛陀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我曾遇到一位富商，他非常勤奋能干，白手起家累积了万贯家财，但他的妻子却极度奢靡，每天挥霍无度，把大笔金钱花在无谓的享乐上，买尽了世间的奇珍异宝。富商非常痛苦，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付诸流水，
却又对妻子无可奈何，心里再怎么生气，也怎么都离不开他。佛陀告诉他，或许在前世，他曾用不正当的手段夺走了属于他妻子的财富，今生妻子就是以这种看似荒唐的方式来讨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我们看看身边是不是也常看到这种情况？有些人花钱如流水，毫无节制，让另一半辛苦赚来的钱永远不够用，甚至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，或者身体常年孱弱多病，需要伴侣耗费大量的金钱与精力去奔波照顾，又或者好吃懒做不务正业，整天做着发财梦，却把家庭重担全压在一个人身上。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讨债。有些人像个情感吸血鬼一样，不断用情绪勒索你，永远在抱怨，永远在索取情绪价值，让你觉得自己永远做得不够好，永远在亏欠他，不断榨干你的耐心与生命力。而那个默默承受、任劳任怨，即使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依然不离不弃的人，很可能就是来还债的。或许前世你受过他的大恩，却没能回报，甚至随口许下过来生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的承诺。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誓言，如果发心真诚，都会在今生兑现，让你心甘情愿，甚至身不由己地为他扛下家庭的所有责任。很多人会问，这样公平吗？我这辈子明明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要承受这些？但因果的法则是宇宙中最精密的秤，它不讲人情，只看业力。当你明白了这一层，你就会慢慢放下心中的不甘与委屈，因为你知道，现在的每一次付出，每一次的隐忍，都是在清偿过去的亏欠。债还清了，业就消了。讲到这里，人群中许多人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，甚至有人开始低声叹息，默默反思自己在婚姻里的角色，到底是讨债的，还是还债的。但佛陀微微一笑，宛如春风化雨般，话锋一转，说出了世间最美好的一种夫妻缘分，叫做共同愿力。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金钱与恩怨纠葛的结合。在过去某一世，你们可能是志同道合的修道伴侣，或是为了同一个善良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朋友。你们有着一样的信念，一起帮助过穷苦的人，一起盖过寺庙，或者一起追求过某种崇高的理想。你们曾相约，来生我们还要在一起，继续我们未完成的理想，一起去利益更多的人。因为这份深厚的精神共鸣与强大的愿力，就像一根无形却坚韧的红线，将你们紧密联系。当因缘成熟时，你会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，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彼此。这类夫妻往往有着高度相似的价值观，能够深深地理解对方的灵魂深处。他们不仅是生活的伴侣，一起柴米油盐，更是彼此生命中的灵魂伴侣。他们一起成长，互相成就，婚姻里充满了默契与和谐。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，都像是在为彼此的灵魂充电。就算遇到巨大的困难或挫折，他们也不会互相指责推诿，而是紧紧牵着手，并肩作战。他们的结合不是为了互相消耗，而是为了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。一对坐在人群后方，看起来非常恩爱的年轻夫妇听到这里，相视一笑，眼中充满了笃定与温柔。原来，好的婚姻真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幸运，而是前生修来的福气与愿力。讲完了这几种单一的缘分，佛陀看着众人，语气变得更加温和且深邃。他知道，单纯的分类并不能完全涵盖人生的复杂。他补充说，然而
世间的因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，大多数夫妻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报恩或抱怨，也不是绝对的讨债或还债。现实生活中，更多的时候，你们的婚姻是一本恩怨交织，充满了爱恨情仇的复杂剧本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另一半有时候像个天使，对你关怀备至，为你挡风遮雨，有时候又像个魔鬼，专挑你最痛的地方踩，让你痛苦不堪。你们的关系时而甜蜜温馨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，时而又剑拔弩张，恨不得这辈子从来没认识过对方。其实这都是因为你们身上同时交织着不同的业力。佛陀打了几个比方来解释这种复杂性，比如在前世，你可能曾经救过他的命，这是一份救命的大恩，但后来你却因为某种利益冲突，欺骗了他的感情，甚至毁了他的名誉，结下了深深的怨恨。那么到了今生，他可能会在物质上对你极度大方，什么名牌包、豪车都愿意买给你，满足你的物质需求，但在情感上，他却又常常冷落你，猜忌你，甚至背叛你，让你在豪宅里备受煎熬流泪。又或者他前世曾经资助过你完成学业，对你有恩，但你后来却背信弃义，背叛了他的信任，欠下了庞大的债务。今生你可能会在事业上非常依赖他，需要他的提携与帮助，但他却处处对你设防，总是把你推得远远的，无法完全信任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姻里总是反复挣扎，陷入深深的内耗。今天觉得他实在太自私，太冷漠了，想要收拾行李离开，明天却又因为他下雨天为你撑了一把伞，或是生病时为你倒了一杯温水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把所有的委屈都抛在脑后。听到这里，善慧心中的困惑终于渐渐清晰了起来。她意识到自己和丈夫之间时好时坏、爱恨交织的关系，其实就是这种恩怨交织的混合模式。这让她对婚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原本心中那些单纯的抱怨、委屈与不甘，也顿时减轻了许多。亲爱的朋友，看懂了婚姻的这种复杂性，我们就能学会放下那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。人不是只有好人与坏人，婚姻也不是只有幸福与不幸。不要因为一时的甜蜜就得意忘形，觉得这辈子高枕无忧，不再用心经营。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摩擦与痛苦就全盘否定对方，觉得这段婚姻一无是处，觉得自己眼瞎嫁错了人。所有的遇见，所有的摩擦，都是过去因缘的显现。你们今生结为夫妻，其实就是来互相度化的。这是一场需要两个人共同面对、共同处理的灵魂功课。对方身上的每一个缺点，他每一次惹你生气的行为，其实都是一面清澈的镜子，照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还没有修炼圆满，还带有傲慢或执着的地方。佛陀在揭示了种种前世因缘后，并没有停留在对过去的解释，也没有让人们陷入宿命的无力感。他慈悲地看着大家，特别是那些满脸愁苦、正处于婚姻风暴中的人，说道：了解过去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无奈地认命，更不是为了给彼此的互相伤害找一个合理的借口。恰恰相反，了解因果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把握当下，转化恶缘，培植善缘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业力虽然强大如海啸，但命运的钥匙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只要你愿意改变心念，任何恶缘都有机会翻转。如果你也正困在一段让你痛苦、让你窒息的关系里，不要急着抱怨命运不公，也不要急着放弃。
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以立刻开始做这4个微小却强大的实操行动。只要你愿意坚持，不要管对方配不配合，你们之间的磁场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改变。第一，睡前3分钟的关心与忏悔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给自己3分钟绝对安静的时间，不要滑手机，不要听音乐，在心里真诚地对自己，也对伴侣说一声对不起。不去管白天到底为了谁洗碗，谁接小孩吵了什么，也不去争论到底谁对谁错，单纯为了过去生生世世中我们可能无意间对彼此造成的伤害而忏悔。忏悔就像是一股清凉的泉水，能一点一滴洗掉灵魂深处厚厚的灰尘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人的意识与能量是很神奇的。当你放下防备与防卫机制，真诚地忏悔时，你身上的锐气就会消失，你们之间的能量场就会瞬间柔和下来。即使对方不知道你在做这件事，他的灵魂也能在无形中感受到这份柔软。第二，情绪快失控时的3秒停顿法，这就是佛法里说的止恶。下次当对方又挑衅你，或者你又忍不住想恶言相向、冷嘲热讽的时候，哪怕你气得全身发抖、心脏狂跳，也要在心里强迫自己默数3秒。这3秒钟，你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如果骂回去，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轮回，我不要再玩这个互相伤害的游戏了。把那句最伤人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，即使满腹委屈，也不要以恶还恶，因为每一次恶言相向，每一次摔门而出，都是在往你们的因果账本里记上一笔新的坏账。只要你不接招，停止互相伤害的惯性，旧的业力就会慢慢停止运转，你们就不会再结下新的恶缘。第三，主动释放善意的微小付出，这叫做修善，在能力范围内主动向对方释放善意。不需要买昂贵的礼物，也许只是早晨为他倒一杯温水，也许是下班后看他疲惫时的一句辛苦了，或者是在他生气时递上一张纸巾。记住，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把你的期待降到最低，不要期待对方立刻感恩戴德，也不要管他是不是板着脸不领情。很多人觉得凭什么是我先低头？他对这么糟。其实先低头的人绝对不是认输，而是看透了因果，拥有大智慧的人。你就当作是在还债，用今生纯粹的善意去融化过去无数个世代累积的坚冰，滴水穿石，善的力量最终能化解所有的怨气与不甘。第四，为对方祈福的转念练习。当你觉得委屈、痛苦，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试着在心里默念一句佛号，或者简单的在心里祝福他。愿你离苦得乐，愿你内心平静。这点非常难，非常反直觉。对方明明在深深的伤害你，为什么还要祝福他？但我希望你试试看。请你想想，一个内心充满爱、充满平静与安全感的人，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。他会用刻薄的话语刺伤你，正说明他此刻的内心正处于极大的无明、恐惧与痛苦的煎熬中。他是因为痛苦，所以才张牙舞爪。你用慈悲的愿力去包容他，其实不仅是放过他，更是亲近你自己的心念，不让自己跟着堕落到深渊，并且为自己累积深厚的福报。故事说到这里，或许有朋友会在荧幕前流下眼泪，在心里无力地问，如果我已经照着做了，我已经很努力，很卑微了，但我们之间的缘分真的尽了，实在走不下去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很多在婚姻中受尽折磨、遍体鳞伤的人，最怕听到的就是长辈们说的
劝和不劝离。但佛陀并没有用世俗的道德绑架我们，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充满智慧也非常慈悲的答案。佛陀说，世间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。夫妻关系当然也遵循这个宇宙不变的法则，当过去的因缘之力消耗殆尽，所有的债都还清了，所有的怨都平息了，或者新的分离因缘强势出现时，关系就自然会走向终结。缘分深厚的人能够牵手度过风风雨雨，白头偕老。缘分较浅的人，或许在中途就会因为感情的破裂、观念的背道而驰，或是生离死别而提早走到终点，下车挥手告别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这段缘分真的来到了尽头，请你学会用一颗平常心来面对。这很痛，但这就是无常。缘分来的时候，我们懂得珍惜，努力经营每一天。缘分尽了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会坦然接受，好聚好散。放下从来都不等于放弃，放下是承认现实，是停止与不可逆转的结局对抗。过度的执着和强求，不甘心自己付出了青春与感情，死死抓着不放，只会为彼此带来更深、更痛、更漫长的折磨。如果真的是恶缘太深，实在无法透过努力来化解，每天都在互相消耗生命，那么分开其实也是一种极大慈悲的止损。这能避免双方继续互相伤害，不再制造出新的恶业，让彼此都能有重新呼吸的空间。有时候勇敢地转身离开，才是对彼此灵魂最大的救赎与成全。但请务必记住，即使要分开，也要尽量以和平、理智的方式处理。哪怕心里再痛、再委屈，也不要在背后无止境地诅咒对方，或是像孩子抹黑对方。放开紧握的双手，放过那个不适合的人，其实就是彻底解脱你自己，把禁锢在牢笼里的心释放出来。千万不要让心中的怨恨变成下辈子还要继续纠缠的死结。无论你的婚姻现在是牵手同行，还是已经各自安好，请把它当作是一场最深刻的自我修行，一个了解自己、学习慈悲与智慧的终极课堂。在顺境中，我们感恩惜福，不骄傲；在逆境中，我们学会反思与宽恕，不怨天尤人。过去的因缘就像一份无形的剧本，影响着我们今生的关系模式。但佛陀的智慧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指明了方向。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，创造未来。我们不是来受苦的，我们是来觉醒的。当下的一念善心，一句良言，一次真诚的宽恕，一份无所求的付出，都有可能在瞬间改变业力的流向，将危机化为转机，将满腹委屈的怨偶化为共同修行的菩提道侣。希望今天关于夫妻三世因果的深度探讨，能为你焦躁不安的内心带来一丝平静与思考，为你注入面对关系的温暖力量。无论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，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做一件美好的事，请在下方的留言区作为抒发也好，作为期许也罢，写下一句善言，或是为你自己、为你的伴侣留下一句祈福的话语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大家都好，愿恶缘化解，善缘增长，都能在我们的留言区汇聚成一股强大无比的正能量磁场。这份纯粹的善念不仅能温暖、祝福到其他看到留言的人，最终这份满满的福报与平静也会完完全全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。愿每一对有缘人都能珍惜当下，善解恶缘，共执善因，走向幸福、
平静和谐的人生。我们下次见。